印度14年向中国租赁熊猫40次，被拒绝后直接自己生产大熊猫。为什么中国将熊猫借给这么多国家，却没有答应印度的租借要求呢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要说熊猫的租借历史，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中美建交。在尼克松来华期间，国宝大熊猫就发挥出了无比重要的作用，他们开始担任外交大使的作用。然而，一开始由于其他国家的人对于大熊猫的了解程度不够，送出去的大熊猫个个都是有去无回。之后，在1994年开始，我国以合作研究的方式，让大熊猫再次重新走出国门，就这样一直延续到如今。并且在此方案推行的过程中，别国对大熊猫也越来越熟悉，针对养育它们的方案也更加完善了。在这些租借的国家中，有美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西班牙、日本、英国等等。为了租借这些大熊猫，有一些国家简直使出了皇家般的礼仪去照顾大熊猫。再来看印度，相较于卡塔尔一次申请就成功，印度连续申请了14次都没能成功，这当然让他们气急了眼。为了能够有自己的大熊猫，他们秉持了这样的想法：申请不到，那就自己造一个。只见印度人拿着黑白色颜料，在各种小动物身上涂抹，无论是大象还是狗狗，都被涂成黑白相间。远远望去，还真让人以为是什么新版大熊猫。大象还不够有特色，也不够凶猛的话，那就涂在鳄鱼身上。鳄鱼和大象都是老百姓接触不到的东西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直接在他们身边常见的动物中选一个就行了。可见印度人真的是很希望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大熊猫了。中国熊猫租借的国家一般都是发达国家，经济状况比较富裕的国家，而像是印度这类国家，我们就不会让大熊猫过去。是不是中国真的嫌贫爱富，所以不将大熊猫租借给印度呢？首先，想要租借大熊猫，就要舍得砸钱，这点可以从不同国家对大熊猫的待遇中看出来。根据国家租借大熊猫的规定来看，一般来说，租借一只大熊猫，每年需要向我国缴纳100万美元的租金，而且是10年起租。为了让熊猫在异国他乡不再孤单，一般都是2只熊猫打包出租。而且，如果2只熊猫有了爱情的结晶，租借国家还需要向我国另外付一笔高达每年60万美元的小熊猫租金。小熊猫3岁之前还必须送回中国。单单这笔持续性烧钱的租金，就已经吓退很多想租借熊猫的国家了。按印度现在的状况来看，这笔钱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小笔钱。除了资金以外，还有很多地方也是需要花钱，大到熊猫的生活住所，小到熊猫的饮食习惯。毕竟熊猫爱吃的竹子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有，必要时需要从我国空运一些新鲜竹子来避免大熊猫的水土不服。还要考虑到大熊猫驯养员的训练成本、看病、治疗、检查等等，也又是一笔隐形开销。由此来看，这样的费用也可以说得上是天价了。除了经济要求以外，自然条件也是一大问题。大熊猫喜欢待在阴凉潮湿的地方，气温一般要控制在20度以下，湿度达到80%左右。然而在印度，当地的气候就不太适合大熊猫生存了。印度作为一个热带国家，气温常年在30度左右，而到炎热的夏季，气温甚至达到了40到50度，其气候条件与大熊猫的家园有很大的不同。如果说印度能够为大熊猫建立一个合格的休息场所也就算了，但他们还会面临着断电的风险。难以想象，如果在这么炎热的气候里突然断电，那大熊猫要面临着什么样的水深火热呢？印度人或许会喜欢大熊猫，但他们可能大部分人没有收入去看大熊猫。要养大熊猫得靠人民收入来流通，看情况他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去保证一个良性循环。虽然说印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脏乱差，但是在保护动物这方面他们也有优点。最近几十年，印度的黑冠鹿宝数量急剧减少，而印度政府并没有放任这样的情况加剧，而是在拉贾斯坦邦设立了2个圈养繁殖中心，随时监督它们的数量。对此，印度环境、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部长亚达夫还表示，他的部门已经启动了保护国内13条主要河流的项目，例如增加河床树木的种植、设置污水处理厂以及保护河流的源头。
他还提到，颁布国际重要湿地地区设立大象和老虎保护区，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、猎豹计划，以及将环境审批文件批准时间从600天缩短到现在的75天，这些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措施。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当地人保护野生老虎看到，不像其他老虎面临着灭绝的境地，相反的，印度的老虎数量在逐渐上升。印度总理还说了这样一段话。早在2018年的时候，就进行了一项老虎数量普查，调查结果显示，当时印度已经有2967只野生老虎，相较于2014年的普查结果2226只，增长了33%有余。先不说是否包含夸大水分，至少印度在保护动物这方面是有自己的方法的。而且印度人对于保护动物的意识也很强，这与他们的文化息息相关。在他们的文化当中，老虎、狮子、大象等都有很高的地位，而且像牛这种普通的动物，在他们看来也是神圣的存在，那就更不要说这些稀有动物了。所以说，虽然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，目前还不够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大熊猫，但他们一些处事态度、坚持不懈的精神也值得赞赏的。而熊猫作为我们的国宝，国家捧在手心里的心肝宝贝，要租借也是必须要做到严格、严格再严格，为他们挑一个合适的家，才能让他们过得舒服，我们也放心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